你今天一直在找这只熊吧？你从哪里找到的？还我！除非你承认你没有对多毛生物过敏，反而特别喜欢毛茸茸的东西，每天睡前都要摸熊10分钟，否则根本睡不着的事。我只对你过敏，这下满意了吧？克拉丽，怎么又充了这么久的电？他不怕引发爆炸吗？虽然买了保险，但就因为充电引发的爆炸死在半路上，也太离谱了。还是帮他关掉吧。您已多次误触，正在锁定控制面板，并呼叫本机主人，束手就擒吧。但识别到您是埃尔德什·赫利亚，笨蛋，因此特别解锁基础功能，还不快点感激大魔王克拉丽女士？我到底要怎样才能？克拉丽，姐姐，如果不是克利亚，是我要痛。不要！在外面见吧，笨蛋。够了！好安静，大家都在努力做自己的事，只有我还在这里。对不起，前辈、主教，还有寻梦者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低估了利托斯特的危险程度。明明有更好的方法，我却将所有人都引上了错误的道路，还害得克拉丽不，我不想就这样结束，我可以弥补过错，我能够改变现状，只要我只要你继续第2场交易。你是谁？你只要知道，既然我们各有所求，那便各取所需，保持不甘，让你的愤怒继续燃烧下去吧，就像你第一次见到我时那样。别露出这种表情啊，笨蛋！克拉丽，别忘了，我是当初第一个赞成你提议的人。真要说谁导致了一切，少不了克拉丽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是共犯呢。可是，克拉丽心中显然有其他想法，只不过出于对你的信任，
才会赞成由你们负责追踪利托斯特的决定，而过分信任对方的后果，就是你们共同酿成了一桩飞刀贯身的惨剧。恶魔最大的胜利，就是让世界相信它并不存在。我提醒过你的，你怎么什么都记得，却偏偏忘了这一句呢？啊？我没有忘，我只是……啊，我明白了，就因为用这句话提醒你的人是我，是坏事做尽的维塔，所以你才会试图证明他对另一个坏人不适用。赫利亚，哪怕我们当初全力思考，也不可能给出涵盖所有可能性的计划。决定计划能否成功的，也往往不是制定计划的人，而是计划针对的目标——利托斯特。利托斯特，利托斯特，拿我撒气不过瘾，现在又想甩锅给一个本就有罪的人吗？可我知道，你原本的打算就是成为即便赴死也要拖住利托斯特的弃子。然而，你实在太过鲁莽，太过冲动，这也导致代价最终落在了你最好的朋友身上。是我害死了。愿赌服输，这是我和你一起做出的决定，我愿意接受任何结果，赫利亚同学。可是这个幼稚鬼不愿意啊，他可比你想象的还要离不开你呢。赫利亚，抬起头来，我们没有悲伤的时间了。出事的又不是你的好朋友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你在对前辈说什么？说一些平时的你不会说也不敢说的话呀。到了这种时候，还是敞开心扉聊聊吧。谁让我们都是被压抑的你呢？回想起来了吗？我们的第一场交易时，你给我的答案。回答我，赫利亚，你真正渴望的究竟是什么？我要杀了利托斯特，哪怕你将为此付出一切。我不在乎。一切终有消歇之时，一如生命，一如哀伤。可世界终究有着太多否定那一时刻的美好。既然心有不甘，既然满腔愤怒，何不就此献上你的第二个理由？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哼。我曾以失血为代价麻痹痛觉，向你求取不再胆怯的力量。如果这一次我愿付出更大的代价，我能不能变得更强？强到足以让我冲破前辈的阻拦，让利托斯特血债血偿。这里是你的心象空间，所谓交易，也不过是象征性的仪式。真正要付出什么，会获得什么，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你自身的觉悟。我知道，这双眼睛，它帮助我击中训练场上的所有目标，帮助我审时度势，制定计划，执行每一场任务。可是，我看错了。我没能捕捉到那个计划的危险性，犯下了最致命的失误，看漏了最不能放手的人。我愿献上双目，求取不再误判的力量。双目，莫非这也是赫利亚的诅咒？命运的恶作剧要缠着我到什么时候？你在说什么？与你无关。没错，平凡又弱小的赫利亚只会拖累身边的人。
如果能早一点下定决心，他本不会。够了！我不会再当那个什么都做不到的赫利亚了。这就是我的觉悟。有我在呢。克拉丽，笨蛋又等生，我们可是搭档。